听说您被劫在关内了吗？他们哪劫得住我呀？我5本护照5个身份，随便换一个就行。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拿到其他国家国籍。这期来了，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咨询如何快速拿到美国绿卡或者美国签证，或者只要提到出国，满脑子都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英国等发达国家，一步就想登天。首先那要看自己的资本了，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太清楚其中的关联程度。本期视频就为大家一一讲解其中的不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。首先说护照，其实护照就是一种旅行证件，证明姓名和国籍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对公民身份的认定，在国际上使用的身份证。详细的就不展开了，需要的话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护照的由来和变迁，扯远了。公民是在一个国家拥有完整的权利，如选举权、被选举权、行政权、言论自由等等完整的权利，所以没有什么政治敏感话题、经济敏感话题什么的。这种东西只要是被限制了，那就是限制权利的标志。而如果你这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这就是对自由的干涉。西方国家把它称为侵犯人权，我们国家管它叫做他国干涉我国内政。总之，西方抱着人文主义的同情心，中国抱着别把我的奴隶唤醒的心，有种鸡要抱到别人家的感觉。因为我国没有上述权利，我们是被代表了的，所以我们是阉割权利后的居民。公民对应的是完整的权利，而居民一般不能选出公职人员，但有的国家允许，不能出任公务人员。出任涉及国家安全的职位可能会被遣返。因为中国公民没有完整的上述权利，所以我们可能还不如获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享受的权利大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被剥夺了很多权利后的居民。而成为他国公民的前提就是要获得永久居留权，我们称之为绿卡一类的。那么如何成为绿卡的持有者呢？我们接下来讲常规条件下如何获得一个国家的护照或是公民权。刚才提到要拿到公民身份、护照或者公民纸一类的东西，首先要有永久居留身份，也叫永久居住权。一般情况下，一般满足居住的时间限制，一般短则1到3年，中则3到5年，长则5到10年，就会获得国籍。一般获得国籍的条件：一、不能有违法犯罪行为，同时要有入籍考试。很多国家都会有基础的语言要求，随着你满足永居的条件，基本上你都会满足以上条件，除非你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还格格不入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应该回到伟大的祖国怀抱中去，不应该出来才对。出来了就要入乡随俗，尊重他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，这是基本的素养。如何才能获得永居身份呢？永居又是绿卡一类，一般靠以下几种途径，包括但不完全，只是举几个例子。一、依亲移民，这种方式最为常见，娶一个或嫁一个。二、在海外对应国家生孩子，北京爱上西雅图的电影已经教过你们了，但这种情况要有对应的国家政策，很多国家即使生孩子也不给你永居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三、在国际上有足够的影响力，或是对国家有巨大贡献，类似于诺贝尔奖、奥运会等。四、对国家有巨大的经济贡献，比如提供就业、投资等等，这就是投资移民。五、临时签证的转换，一般1到5年不等，有的甚至超过10年加上排期。六、意外的发生，比如有的国家政府改制、变换总统等等原因大赦天下，100年不遇，机遇难得。上述是比较常见的方式，而针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处理方式，
看看你喜欢什么样子。根据情况，时间长短略有不同。一般情况下，发达国家一亲移民速度较快，这就是很多中国女性愿意嫁出去的原因。很多人说中国女人下贱，其实不是，是中国男人没人要，要是有人要，跪舔的不比女人少。在这里可能会刺痛你脆弱的心灵，但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很客观。而且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女人会喜欢呆板、算计、超级不浪漫的中国男人，除非这个国家和我们一样，那样的国家往往穷且落后，你还看不上，这就叫高不成低不就。经济欠发达国家一般投资移民类好办，毕竟哪个国家也不会和钱过意不去。这类国家根据经济水平、移民门槛等并不相同，有的只需要2500万美金，现在要4万美金，存款2年，有的则高达几百万欧元，这就是国情不同。好的一定贵，但是不一定适合你。所以我们想要在国外发展的话，未来有移民可能的话，一定要好好规划自己的自身条件，选择自己最适合，不是发达国家一定就好。如果你现在拥有50亿美金以上，哪个国家都一样。现实是你不是，而绝大多数得到永居的方法就是靠移民监，也叫移民监狱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指的是在所在国强制居住多长时间的一种行为。因为很多国家规定要求每年居住半年以上，有的国家甚至要求前1到3年居住9个月，居住时间满足这个条件就给你永居。临时签证居住时间够了，给永久居住。永久还是要有足够的时间限制，才可以拿公民身份。所以基于以上条件，我们统称为移民监。因为你即使拿了永居，如果长时间不在那个国家，也有可能注销你的永居身份。这点我们可以参考中国高级官员们，他们总是要在美国待上很久。如果自己去不了，可以让老婆孩子、小三儿在海外拿到身份。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大多数前提是获得一个临时身份，且可以一直在这个国家待着。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国家一直待着，基本上就说明你这个人拥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经济证明了。有了足够自食其力的条件，就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了。而任何一个人在国际上都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，所以只要熬到时间，就可以拿到身份了。一般西班牙这类发达国家是5年，其他欠发达国家或者急着招商引资的国家是1到2年，然后就可以获得永久居住。永久居住后就可以拿到护照了。但是为什么会有像孟晚舟那种可以拿很多国家护照的呢？原则上是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国家居住，当你去另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会自动放弃前一个身份。而你想拥有2个身份的条件是2个国家信息不对称，不会对信息进行互换，还有的就是这个国家从宪法中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。这类的国家也有很多，而很多国家在入籍以后不会收缴护照，当然有些比较狗的国家除外。而中国理论上不承认双重国籍，所以很多拥有海外合法第2本护照的人也要努力藏好，不被发现。出国的时候要中转第3国，通过中转的方式不让中国发现其有2本以上护照。当然中国也没有精力和理由去查这些人手中的第2本护照。中国官员拥有第2本护照的人海了去了，比如最近比较热点的孟晚舟女士，无论是中国护照还是香港护照都不止1本，有很多本，还有加拿大国籍，但依然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的骄傲。而底层百姓只要被发现你有海外身份，立马就要注销你的护照，差距啊！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，建议还是在海外寻求居住稳妥一点，也叫移居不移民。此外，法律从立法到执行还是需要很多步骤的。很多国家，例如我国，根本就是选择性执法，
对领导有利的就执法，领导让执法就执法。所以西方国家说过，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。我国不但能迟到，还总缺席。这种情况下就是无法治，因为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时灵时不灵，就是不灵。讲到这里，移民的条件基本上就是既要有时间又要有钱，它两个之前要打配合。同时要注意的是，有钱可以省时间，但在特定国家下，有钱也要很长时间才可以下来护照。所以一定要注意的是时间上安排好，包括材料的准备时间、移民间的时间，还有就是海外财产的准备、外汇类。财富如何向安全的地方转移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击订阅，并同时点击小铃铛，不错过最新视频。如果对本期视频满意，可以给点个赞。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讨论一下自己的想法，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，多好。下期我们讲获得第2本护照的条件。